剛才大家這個轉到聚焦國際嘅節目現場，兩禮拜嘅全球新聞短評，其實用10分鐘嘅時間，帶大家來抓住天下大小事情。今日我請到嘅係國防安全研究院嘅曾復生教授，為大家來做評析。先生你好，記者好，觀眾朋友大家好。今日兩禮拜呢，頭一條看嘅新聞係俄羅斯國家航太計劃負責人從係表示講，我會同中國考慮遷隔2030年代外頭兩月球來設核天窗，啊呢對人類嘅發展來講呢係好事情，甚至係用上解套嘅這件事情咯。呢件事情啊係很重要一個大事啊。那因為呢2021年啊，俄羅斯同中國啦就簽一個太空合作嘅一個備忘錄啊。也備忘錄底部呢是有提到講啊，中國同俄羅斯呢愛合作來開發也係國際月球研究站嘅一個計劃。也喺國際月球研究站嘅計劃裡面，其中有一點啊，需要由俄羅斯提供嘅超強嘅一個核電站嘅一個能力同技術啦，來幫助呢也個計劃啦，來開發從月球建立嘅核電站啊。核子電力嘅發電廠啊，也核子發電廠啊，如果建立起來嘅話，就可幫助海外登陸月球嘅人做得出介嘅生活啊。因為呢俄羅斯也表示講，如果係用嘅太陽能板來發電嘅話，也天力啦冇啦啊，冇辦法來提供遷到太空人從月球嚟當俾生活啊。所以呢，俄羅斯技術也有核子發電嘅一個技術嘅能力呢。去準備計劃從2033年到2035年之間來開發建立也從月球來核子發電廠來提供也運用啊。也點呢就代表講俄羅斯同中國之間呢太空合作已經邁入一個新的里程碑啊。那而下呢中國鴉片呢佢宣布講載人的太空船也按照孟舟登月計劃準備在2030年達成嘅目標。同時呢，亦有也攬月登月艇同時靠也長征10號嘅火箭，同樣登月載人登月計劃嚟達成。同時呢，美國佢咪有阿提米斯一個登月計劃，載人登月計劃，而準備在2026年就達成嘅目標。所以呢，美國同中國同俄羅斯三個大國就準備講先後嚟登陸月球，用月球作為海外發展外太空嘅一個很重要一個發展嘅計劃作為一個中繼站啊。同時呢，對未來人類社會衛星一個攻防之間嘅做法呢，咪提供一個新嘅一個基地啊。所以呢，一個發展大家很重視，同時嚟觀察。過來看到呢條新聞係比較組織對2年以前外開始喺後連戰時期形態規模嘅軍事演習，喺個最近嘅範圍呢，離那個俄羅斯嘅邊境係東疆麼？先至係用上來觀察呢件事情咯。呢件事情而家呢正在進行當中主要重點就係今年的2月26號俄羅斯嘅總統普丁佢就簽一個總統嘅命令，重新來劃分俄羅斯嘅軍區嘅分佈軍區嘅分佈呢增設2隻新嘅軍區，一隻呢莫斯科軍區，另外一隻係列寧格勒軍區，一隻喺西部，另外一隻喺西北部所以呢，俄羅斯呢是有5大軍區，西部嘅莫斯科軍區、列寧格勒軍區，還有南部軍區、中部還有東部。而下呢，俄羅斯同烏克蘭打下來嘅20%嘅土地劃分為南部嘅軍區，所以整體來看呢，同時呢，普丁在亞洲總統命令底部佢宣布未來3年，俄羅斯嘅軍隊要增加到150萬人，所以亞洲動作就對照過去幾十年以前德國拿到一沓秘密的文件，地位講俄羅斯喺擴軍，同時呢有可能在今年的5月對烏克蘭同歐洲採取嘅軍事嘅行動，同時呢咩有可能在今年的11月到明年的2月之間，趁美國政治變動嘅期間對歐洲採取軍事嘅行動。所以呢，有個秘密文件從也by俄羅斯總統2月26號簽嘅總統命令嘅內容來看的話，有相當程
度嘅一致性啊，所以也大家要請注意咧啊。另外呢北約採取嘅所謂堅定捍衛者嘅一隻軍事演習啦啊，係從2月到今年嘅5月，同時呢動員所有嘅北約32隻國家會員國啊，嚟共同嚟參加。亞洲軍事演習呢，有北部嘅、北歐嘅一隻地區嘅，同時呢在東歐就是東翼北約東翼嘅一隻事件，同時在地中海咪有海軍反潛動作嘅一隻演習，所以整體嘅演習代表講防範俄羅斯在今年嘅2月到5月之間對歐洲採取軍事行動，而北約入邊先用演習來防範亞洲軍事嘅冒進嘅動作。各位看嘅呢條新聞係歐盟委員會呢會對中國進口嘅電動車做海關登記，因此嘅認為講呢中國有涉及冇公平嘅補貼，可被查係事實，未來會對中國電動車加大關稅，現在係用快一件事情。而下呢中國嘅電動車自從2023年開始係全世界替代電動車生產國同出口嘅國家那已經超過特斯拉咧那亞洲動作呢讓全世界，尤其係美國同歐洲嘅國家，佢為了保護佢自己汽車工業，同時呢電動車工業呢所以必須要採取保護政策而喺保護政策呢，當然睇好嘅一個方法，就講中國態度佢作為電動車有補貼嘅一隻政府補貼一隻不公平嘅一隻貿易嘅動作，所以呢歐洲歐盟入邊是準備要來對中國出口嘅電動車採取關稅一隻制裁措施也背後有很重要一個原因出嚟那你睇中國嘅電動車呢，佢因為呢佢採取一條龍式嘅一隻做法。一條龍嘅就電動車呢，以下你講嘅是帶電鏈嘅、四隻鏈嘅，乜嘅呢？一隻智慧型手機嘛，所以呢也同時有個互聯網有互聯網一隻功能所以呢也興起呢互聯網嘅一隻電動車呢，中國態度以下佢做清好，同時佢價格呢咪輕便宜。電動車基本挺重要電池呢，電池係最重要一個部分，同啲動電能傳輸系統，有兩隻部分有輕好嘅技術，同時呢嘅原料嘅來源咩輕便宜，因為呢例如而且南美洲，而且玻利維亞同智利係阿根廷而採也係鋰礦金鋰鋰礦，也係鋰礦係做電動車最重要一隻原料，而鋰礦呢佢包下來同時呢而且玻利維亞、智利就直接生產也電動車嘅電池。同時佢在巴西呢設置也電動車製造嘅工廠，所以一連串下來所以讓中國嘅電動車變成輕便宜所以呢美國也偏講咧中國作為電動車呢也會違反到美國嘅國家安全，所以要注意防止美國嘅電動車進入美國嘅市場。那歐盟也偏呢也強調講，如果講中國嘅電動車進入歐洲嘅地方，所有歐洲地區嘅國家嘅電動車市場全部會被中國搶去所以呢，亞洲壓力就變成美國同歐盟入邊就要面臨一個用消費者有好嘅電動車，有便宜有好嘅電動車，還係用關稅來保護自家嘅電動車嘅產業，也變成歐洲同美國嘅兩難嘅一個處境。各位看到前邊嘅新聞係將結束嘅東協同歐洲嘅特別峰會發表每一本宣言，關注了嘅以下戰爭，未關注了烏俄戰爭，當然未同關注了南海嘅時刻現在係用看了北京嘅峰會也會後嘅成果同後續觀察。也喺歐洲同東協國家特別峰會會後發布一張墨爾本宣言也喺墨爾本宣言裏邊呢最重要嘅內容裏邊就有關講南海地區要維持航行自由希望呢所有南海地區嘅主權嘅申索國遵照也喺聯合國嘅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一個規定來做，同時呢咪要遵照也聯合國嘅國際民航組織以及國際海事組織嘅規定來做來行，所以呢，因為呢也在峰會嘅墨爾本宣言特別強調
南海地區啊，有3兆美元的一個貨運的價值啦，當年自己增高啊，所以呢對全周邊的國家全部有共同的利益啊，所以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同時呢慢慢建立喺南海成為準則的COC 的一個做法呢，係對大家全部有利的。也挺特別的地方就係亞擺墨爾本宣言啊，雖然講強調大家的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同樣的規定呢，但是嘛冇點名中國。為什麼？但是大家全部第一主要就係針對中國提出一個要求，希望中國做唔得太強勢來這個破壞所有南海其他主權伸索國的利益啊。但是呢，佢唔敢點名中國的原因係乜嘅呢？因為呢，歐洲同東協多數嘅國家全部會同中國做生意愛從中國分養中國嘅歐洲同這個東協國家來投資因為呢，你歐洲佢要強化佢嘅軍事能力，佢需要經費，而喺經費要入面嚟呢，就要同中國做生意賺錢，才有辦法來強化佢嘅軍事嘅能力。同時呢，東協國家咩窮樣佢哋要分養中國來投資，因為美國鴉片呢就喺東協國家入邊進口青島嘅好嘅東西，所以呢也變成新嘅三角貿易嘅關係。那東協咪冇希望同中國的關係打壞佢所以呢，亞擺歐洲同東協之間的特別高峰會議雖然講針對中國要求大家的共同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但是唔敢點名中國也就輕微妙一個狀況，大家要繼續來觀察。好，羅蘭先生今日帶人來回顧嘅係泰國嘅太空興建韓國被逐嘅軍事嘅動作，另外是講到呢個重要事件嘅苗子嘅問題，韓國前邊係呢個印太嘅時局。而且可以好，大家繼續過來關注嘅係日本熱心事件動業嘅經濟。